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enny。今天我要讲的是全网爆火的，发生在一位北京女士身上，持续了数年的真实访谈经历。这段经历不是科幻小说，不是都市传说，而是她与来自第5维度的生命体之间一次次私密且惊悚的交流记录。它彻底颠覆了大家对时间和物质的所有认知，并让我们窥见了宇宙的终极秘密。如果你能接受这些最炸裂、最离谱的真相，那么请听我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要从6年前的北京说起。当时我在什刹海附近的古风酒店，住在一个3层的边屋，可以看到不远处的钟鼓楼。一个9月初的夜晚，我刚躺下，就听到窗外传来一种又像电流又像猫挠窗户的吱吱声。我把灯全打开，喊了一声：“谁啊？”声音停了，但接着我放在一旁的拉杆箱忽然无故移动了一下，然后最魔幻的一幕发生了。我的木框窗户没有任何响动，自动朝里开启了90度。我往外看，在钟鼓楼的上空停了一个圆盘状的小飞碟，它中间鼓起，边缘扁平，像乐器波合起来的形状。它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声音，离我可能也就20-30米，面积非常小，感觉只有几平米。我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被他们看着。突然，飞碟发出了一道泛着黄白色的强光，直接照进了我的房间。就在这道光进来的一瞬间，我看见4个灰白色像光流一样的波浪状小东西呼呼呼地飘进了屋子。它们落地后，窗户也无声地关上了。这4个生命体平均身高没有一个超过1.3米，它们的头有点像倒过来的瓜子，眼睛是那种立起来的绿色，非常大。它们像穿着紧身衣，体表看着像有弹性的橡胶或塑料，而不是肉。其中一个雄性个体个子最矮，话也最多。我当时整个人都麻了，而那个小灰人主动开始跟我交流，他没有张嘴，而是通过传声的方式，直接用我能理解的中文在跟我对话。他们说：“你好，我们来自第5维度，我们不是地球的。”他们自称是来科考的工程师，这次到地球的目的竟然是来寻找一种我们认为的中药材——红色的灵芝。他们需要灵芝孔状结构中的能量，因为他们的星球已经是无机的星球了，生命力快耗尽，需要外部弥补。我问他们的寿命，他们告诉我，他们平均寿命300多岁，而他们的领主寿命可以翻1倍，活到600多岁。他们的科考任务是有路线图的，从四川到北京，再短期去德国柏林，随后再回中国，最后去美国加州。他们还告诉我，我们知道你的信息，你在哪里我们都能准确地找到你。这简直让我毛骨悚然。第2天，我跟朋友们去茶室喝茶，他们隐形出现在我身边。我问他们，你们是故意不让旁边的人看见吗？他们说，是的，不想让他们看见，因为担心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而且他们的能源只够他们星球上的几百万人用。这次交流很有意思，我是在心里想问题，他们通过传声回答，旁边的人听不见我们交流的声音。我看到他们对茶室里圆球状的东西很感兴趣，比如说茉莉龙珠，他们甚至会拿起那茶叶球看，但旁边的人根本看不到东西离开了桌面。在他们的星球上，最大领导人叫领主。我问了他们最震撼的历史问题：你们的领主来过中国吗？
他们见过谁？他们告诉我，领主见过2位帝王，一位是秦始皇嬴政，另一位是唐代的武则天。我再次提出质疑，你们只活600岁，怎么能见到1000年前的帝王？他们说，这个时间概念跟你们不一样的。他们有一种技术，类似于我们说的折叠，他们可以通过时间和空间的某些处理，瞬间到达过去。他们甚至传授了古代帝王一点黑科技，他们也传给了现代人类一项医疗技术。现在牙科和骨科常用的裂态合金技术，就是在1930年到1958年间，通过瑞典人和美国海军军人传过来的。第3次见面是在我朋友位于9层的公寓里，这次的接触更炸裂，他们带来了肢体接触，而且有违背地球逻辑的物理上的改变。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可以穿墙不受地球重力影响？尽管你们是外星人，我还是想问原理。他们解释说，我们地球上的物质，比如不锈钢，在地球大气层和地磁场中是呈现一种稳定的4足链结构。这个结构让物质在地球上非常稳定，但是他们有办法一瞬间用他们的意识能量产生一种力场，解散这个4足链结构。物质一旦被解散，就不受地心引力主导控制了，可以瞬间变形，脱离阈值后又可以恢复原状。为了让我体验，他们的高个子外星人用他的手指碰了我的大拇指指甲盖，就在碰触的一瞬间，我感觉我的身体往外扩张。接下来的1秒，我所在的整幢9层楼开始旋转着，顺时针方向的往上猛涨。我感到胃部被拉长，就像坐飞机失重一样。这幢楼瞬间升到了比对面露台还要高出近10米的样子。我当时不敢置信地看着对面露台上的老头老太。1分多钟后，房子又迅速地反方向恢复原状。第2天，我问那些大爷大妈有没有感觉地震，所有人都说很正常，没有人看到这个楼在动。他们说，这是因为维度不同，普通人在他们的维度面前是无法察觉到这种变化的。他们还透露了他们获取能量的方式，他们不需要吃地球上的东西，他们汲取能量的部位是人类无法理解的一个部位，肛门那个位置。他们有一个操作台，发出像闪电一样的光能，从那个位置注入体内。在我搬到通州的张家湾居住后，怪事再次发生。这次来的不是小灰人，而是一个更恐怖的生物体。我当时在客厅坐着，忽然看到窗户里穿墙进来一个身影。这是一个驼背、身高将近2米的生物，他的脸是一个动物的脸，豹子脸，脸上皱巴巴的，是肉红色的肌理性皮肤，满脸横肉。他的指甲特别长，居然在用指甲轻轻地刮我正在解冻的一坨肉。我当时被吓坏了，他主动向我走来，没有任何声音。他通过传声告诉我，他叫赛特。我后来才知道，小灰人解释说，这个生命体是古埃及神灵里记载的一个死神，他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外星人，他是更高维度的存在。赛特说，他只是路过来看我，因为我曾经在埃及待过很多事。他还提到他的兄弟叫阿努比斯，那个胡狼头的神灵，并声称他们都被人类记错了。最让我惊恐的是，赛特临走前警告，你们这里马上要发生大事了，是整个地球要发生大事情了。这句话在口罩事件爆发前的不到半个月。第2天，小灰人来，
我问了赛特的事情，他们证实赛特是暴风之神，他当时正要去中国的银川执行任务，去刮一个龙卷风。小灰人告诉我，其实我们人类崇拜的很多神灵是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维度。他们还透露了许多宇宙级的真相。地球被重启过好几回了，我们睡觉第二天醒来的身体可能已经被重新排列组合，因为我们的意识被限制了，只能在当前维度理解事物。月球是一个假象，它其实是很多外星人的一个中转站，现在处于半荒废状态。黑洞是高维文明的聚集地，黑洞里面有很多在6维以上的生命体和文明，这些文明比小灰人科技更发达，是他们不敢招惹的。最关键的是，我问到了他们的弱点。我说，你们最敬重的是谁？他们回答，莲花生大师和观世音菩萨。他们亲口证实了一个超级大秘密，菩萨的咒语在地球周围形成了一个保护层，他们没有办法突破，一旦突破，他们的能量会瞬间消散，就回不到他们的维度了。他们明确告诉我，如果你们地球人对着我们念那个佛经咒语是有作用力的，我们将没办法伤害你们。原来佛法是地球的终极保护伞。后来我跟小灰人失去了联系，有一天我的脑袋里忽然收到他们的传声，他们告诉我，他们被美国人逮住了。他们说美国人联系了比他们维度更高的生命体，签订了类似于魔鬼契约的协定。美国利用这些人类助手来对付小灰人，小灰人工程师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只能选择逃跑。他们3个逃走了，但那个高个子的小灰人留在了美国。他们说他会假死，领主会远程将他的能量回收，只留下一个躯壳在地球上，这样美国人就不会再研究他们。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啊？临走前，他们没有直接给我留下东西，而是指引我到了一个店铺。他们说去五道营的一家服装饰品店找老板要3颗绿色的琉璃状石头。他们告诉我，这3颗石头是他们在埃及旅游时通过脑电波指引内人从金字塔法老棺木旁取出来的。我去找了老板，老板说这是他旅游时捡的，好奇颜色好看，就不要钱送给了我。这3颗带有高维能量的石头，我现在仍然保留着，这是我对这段魔幻经历的唯一物证。这位女士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这段经历是真的，它可以从很多维度侧面印证我们的各种神话故事、宗教传说以及外星人、外星星球的各类传说于实锤。我们人类的认知只是更高维度生命体设定的一个范围，我们肉眼所见远非我们全部真相，而我们口中一直说的修行，就是连接高维，最终能够去到不同维度星球的途径。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想打开小铃铛，订阅一下我的频道，随着我的旅程一起探索未知？感谢收看这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如果这根本不是一所学校呢？在过去的很多期视频里，我都和大家分享过，地球是一个学习爱的场所，我们是为了体验而来的灵魂。但是在灵性圈的最深处，一直流传着一个令人不安的理论。这个理论称，我们被骗了，我们并不是自愿来到这里的学生，而是被困在能量围栏里的囚徒。那些所谓的业力，不过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债务程序，有点像我们的人类社会，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被社会设计算计好的。
而我们经历的每一次轮回，都是为了给某种看不见的高维生物提供情绪的食粮。甚至有人警告，当你死后看到那束温暖的白光，千万不要过去，因为那不是回家的路，而是一个捕捉灵魂的陷阱。这听起来很绝望，对吧？我第一次听到地球监狱说的时候，也感到背后发凉。直到我翻看了另一份截然不同的档案，一份来自第9维度的接触记录。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生原能力。在上期关于小灰人的视频里，我们从小灰人的视角审视了人类的渺小。那期视频引发了巨大的争论，但也让我们意识到，在这个宇宙中，观察者的维度决定了看到的真相。今天我们就把视角拉得更高，我们将不再局限于第4维度的外星访客，而是尝试连接一个来自第9维度的集体意识——大角星理事会。如果说小灰人像是在实验室里忙碌的技术员，那么9维度的存有更像是这个宇宙的架构师。他们没有肉体，是一团纯粹的光与意识的集合体。在很多通灵资讯，比如说著名的 Daniel Scranton 的传导信息中，他们被称为银河系的守护者。对于地球是不是监狱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非常耐人寻味。他们没有直接否认这种束缚感，但他们给出的解释却彻底反转了我们对受害者的身份的认知。今天我就带大家拆解这份来自第9维度的越狱指南。无论你是否相信外星文明，这些信息里的底层逻辑都足以改变你对自己人生的看法。为了搞清楚真相，我们梳理了大量关于地球矩阵的提问，并将9维度理事会的视角进行了整理。让我们来看高维生物眼中的地球监狱到底长什么样。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大的恐惧来源，是不是有一群邪恶的执政官，或者像诺斯替教派说的伪神，把我们关在这里，通过制造战争和痛苦来吸食我们的负面能量？9维存有的回答是：你们感到的控制是真实的，但控制者并不是你们想象的狱卒。在他们的视角里，确实存在一些负面的、试图操控人类意识的低频实体，但是请听好这句话，他们只拥有你们赋予它的那部分力量。大角星理事会用了一个比喻，这就好比你们在玩一个极高难度的 VR 游戏，为了让游戏逼真，你们在进入游戏前同意暂时屏蔽掉我是玩家的记忆。那些试图控制你们的负面能量，就像是游戏里被设计出来的反派 NPC， 他们的存在是为了测试你是否能在他人的操控中找回自己的主权。如果这真是一座监狱，那么监狱的铁栏杆不是铁做的，而是由信念做的。当你相信自己是受害者时，你就亲手给牢房上了锁。如果不是监狱，为什么我们每次轮回都要喝孟婆汤？为什么不能带着前世的智慧来生活？9维视角的解读是，这里我们要引入一个1的法则中提到的核心概念——遗忘面纱。9维存有的解释说，在宇宙的早期阶段，灵魂是不需要遗忘的。那时候，每一个灵魂都知道自己与源头连接，知道一切都是爱。这听起来很美好。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进化停滞了，因为当你开卷考试时，你并没有真正学到东西。这道遗忘面纱其实是灵魂自己设计的一项极限挑战。正如大角星人所说，只有当你完全忘记自己是光的时候，如果那一刻你依然选择善良，依然选择爱，那个光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所以并不是有人强行删除了你的硬盘，而是你在进入考场前自己把参考书锁进了柜子里。这不仅仅不是惩罚，反而是对你的灵魂勇气的最高认证。接下来我们要触碰那个最敏感的话题，死后的白光。现在的网络上充斥着这样的警告，死后看到白光千万别去，这是诱捕装置。
这种说法让很多人对死亡充满了恐惧。那么第9维度的存有是怎么看的呢？在第9维度视角解读，他们的回答非常直接，那不是陷阱，那是镜子。那个光通常是你自己高我 High Self 的光芒，或者说是你的灵魂家族来接引你的能量。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那是陷阱？大脚心理师会解释到，真正把你拉回地球轮回的不是外星人的捕兽夹，而是你自己的未尽之缘和执念。想象一下，如果你去世的那一刻心里充满了对某人的仇恨，或者对财富的极度渴望，这种强大的磁力会像地心引力一样，瞬间把你吸回物质实相。这就是所谓的业力 karma。业力不是惩罚，业力是惯性。所以并不是有一个恶魔强迫你回去投胎，而是当你站在那道光面前回顾一生时，你会对自己说，哎呀，那件事我还没做完，那个人我还没原谅，这局游戏我不服，我要重开一局。看，是你自己按下了 replay 键。既然知道了原理，如果我们这一世真的玩累了，不想再轮回了，有没有办法通关或者说越狱呢？第9存有给出的方案不是去对抗，不是去愤怒地砸毁监狱，而是提升频率，直到你穿透墙壁。这里有3个具体的步骤，也是他们给人类的星际通关秘籍。当你感到痛苦、愤怒、嫉妒时，试着在心里后退一步，告诉自己，这是我的角色在经历痛苦，而不是作为玩家的我。就像在看电影，你可以为主角哭泣，但你不会真的认为自己死在了电影里。当你开始用观察者的视角看自己的生活，你就已经在监狱的墙上凿开了一条缝。所有的控制矩阵都以恐惧为食。新闻里的灾难，对未来的焦虑，对死亡的害怕，这些都是能量的税收。第9维存有建议，当你感到恐惧时，不要逃跑，而是深呼吸，盯着那个恐惧看，直到你看穿它只是一个全息投影。当你不再害怕的那一刻，你就对这个矩阵隐形了。还记得我们说面纱是为了遗忘吗？但这个面纱不是密不透风的，它是半透明的。你在做自己极度热爱的事情时，你在深度冥想时，或者你在无条件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突然感觉到一种强大的喜悦。那一刻，你其实已经穿透了面纱，连接到了9维度的能量。这种时刻越多，你就越不需要通过死亡来获得解脱，因为你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越狱了。朋友们，无论你是星际种子还是地球的老灵魂，也许我们之所以听得懂这些信息，是因为在灵魂的深处，我们都听到了下课的铃声。地球不是监狱，它是一所只招收宇宙中最勇敢灵魂的精英学校。所谓的越狱，其实就是毕业，而毕业的条件只有一个。当你在这个充满了黑暗和遗忘的世界里，依然能记起你自己是光。你觉得自己是第一次来地球的新手，还是已经轮回无数次的老玩家？你是否有过那种我不属于这里的感觉？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直觉，这也许是你灵魂给你的暗号。这里是人生原能力，我们下个维度见。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甚至能够彻底颠覆你世界观的悬疑故事。如果你觉得现在的世界理所应当，那么听完今天的故事，你可能会惊出一身冷汗。这个故事不仅解释了外星人为什么会来到地球，揭示了宇宙的真相和生命的起源，甚至还道破了我们人类死后轮回的终极秘密。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是，整个故事的最后竟然藏着2个你绝对猜不到的惊天大反转。大家一定要跟上我的思路。事情要从2007年的9月14日说起。当时一位名叫劳伦斯·斯宾塞的作家突然收到了一份从爱尔兰寄来的沉甸甸的包裹。寄件人是一位83岁的老奶奶，名叫马克·艾罗伊。
劳伦斯满怀狐疑地打开包裹，发现里面竟然是重达10多斤的绝密打字机手稿。在附带的信件中写着一段让人毛骨悚然的话：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通过安乐死离开了这个躯体。我决定把这个折磨了我60年的秘密公之于众，因为政府一直在骗你们，但我认为全人类都有权利知道真相。大家注意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爆料，这是一位参与过顶级机密调查的军方护士的临终遗言，连里面涉及到的政府军方高层，他都直呼其真实姓名，可信度极高。那么这位83岁的老奶奶到底隐瞒了什么骇人听闻的秘密呢？这一切都要回到1947年那个轰动全球的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事件。大家可能都听过罗斯威尔事件吧？当时美国新墨西哥的罗斯威尔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军方捕获飞碟的新闻，但几天后美军突然召开发布会改口，说这是一个乌龙事件，那个坠毁的仅仅是高空气象探测气球而已。但艾罗伊在手稿中明确表示，不但飞碟是真的，并且飞碟里还发现了3个外星人，其中2个已经死了，但有1个还活着。当年的艾罗伊只有23岁，就职于美国女子空军部队医务组。因为她是现场唯一的女性，且没有携带武器，让人感觉比较有安全感，所以军方派她去现场对幸存的外星人进行医疗救助。大家想象一下，艾罗伊当时看到的画面，她第一次看到这个生物时，内心是非常恐惧的。这个外星人极其矮小，身高大约只有1.2米，跟5岁的小孩差不多。他的皮肤是灰色的，四肢极其纤细，手和脚都只有3根指头。他的脑袋和眼睛特别大，眼睛是纯黑色的，看起来深不见底。最诡异的是，他没有眼睑，所以眼睛一直睁着，没有耳朵，鼻子只是2个小孔，而他的嘴巴竟然只是一条缝，根本发不出任何声。当时现场的工作人员绞尽脑汁，尝试用各种符号和语言与外星人沟通，但全都失败了。可就在艾罗伊靠近他进行检查的时候，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艾罗伊的脑海里突然接收到了外星人传递过来的精神意念，没错，就是心灵感应。艾罗伊惊呆了，他赶紧报告上级。军方一看，这外星人居然只愿意跟护士交流，于是立刻把艾罗伊提拔为高级军士长，要求他作为人体翻译机，24小时陪在外星人身边，全程充当沟通翻译。军方最关心的问题当然是，你需要什么医疗协助？你要吃什么？你需要什么样的温度和气压？结果外星人的回答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他说，我不需要吃东西，不需要睡觉，不需要呼吸，我甚至不是一个生物体。大家注意啊，这具灰色的小矮人样的身体其实根本不是外星人的本体，它只是一个被远程激活的精神体。这具身体只是一具生物机器人。外星人告诉艾罗伊，他的真实灵魂在极遥远的地方，只是把意识连接到了这个躯壳里。这个躯壳全身布满了像神经网络一样的电磁系统，没有血液，没有心跳，没有任何内脏器官。只要他的精神不控制这具身体，你根本看不出他是死还是活。军方拿到了这些回答，根本不满足，他们想要的是飞船的黑科技武器，想要外星人的核心技术。但外星人非常聪明，只要是军方逼问的技术问题，他一概拒绝回答，只抛给他们无尽的沉默。后来军方为了打破沟通壁垒，让艾罗伊教他英语。你敢信吗？这个外星人的学习能力极其恐怖，
他根本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快速扫描。短短2周，他扫描了基地图书馆里大量的天文、地理、历史书籍，甚至还读了文学作品，知识面瞬间达到了让人望尘莫及的高度。到了第16天，外星人突然在意识层面用流利的英语对艾罗伊说：“现在我要给你传达思想。”从那一刻起，访谈的性质彻底变了。外星人不再是受审者，而是变成了一位导师，向艾罗伊揭开了一个颠覆认知的宇宙真相。艾罗伊本来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听完这一切后，他陷入了深深的惶恐，甚至觉得自己再也无法直视圣经。外星人自称艾罗，他来自一个叫统领地的庞大星系文明。统领地掌握着宇宙大约1/4的范围，而地球正处在统领地统治范围的边疆位置。但地球在最开始并不属于统领地，而是属于一个极其古老且腐败的文明——旧帝国。外星人透露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细节：地球现在的城市样貌和当年旧帝国的城市非常相似。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地球上的我们，大部分人的灵魂其实都来自于旧帝国。原来，旧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腐败，出现了大量的反抗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旧帝国为了解决这些人，就把他们全部都流放到了宇宙的偏远角落，也就是地球。大家听懂了吗？我们所在的地球实际上是旧帝国用来流放犯人的星际监狱。外星人解释说，所有的意识生物本质上都是不朽的精神体，灵魂在宇宙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既不会出生，也不会死亡。记忆是可以永存的，而且记忆越多，能力就越强。可是，既然灵魂是不朽的，为什么我们人类都不记得前世了呢？为什么我们要被困在不完美的肉体里，承受生老病死的痛苦？这就到了整个故事最让人绝望的部分，也是关于我们轮回的残酷真相。捕灵网。外星人告诉艾罗伊，旧帝国为了防止犯人越狱，在整个太阳系设下了一张极其庞大的电子捕灵网。当我们在地球上死亡后，灵魂一旦离体，就会立刻被这张网捕获。接着，旧帝国会用极高强度的电击强行封印你这一世的记忆，把你洗脑，然后再扔回地球，无尽的轮回投胎。只要你没有以前的记忆，你就没有强大的能力，永远无法逃出这所监狱。大家仔细回想一下，很多有过濒死体验的人醒来后都说，死后看到了一条隧道，尽头有一道温暖的亮光。人会不由自主地向着那道光飞去。外星人冷酷地指出，那道光其实就是捕灵网。我们就像飞虫扑火一样，一旦穿过那道光，记忆就会被瞬间封印，重新开启下一次无期徒刑。外星人还说，进化论根本是不存在的，生物不会发生意外的进化。地球上如此丰富的物种，全都是像他们那样的高阶文明，通过极其精心的基因工程设计制造出来的。旧帝国为了奴化人类，甚至在地球的早期文明中植入了各种宗教、神灵和迷信崇拜，包括在世界各地修建金字塔作为敬畏天神的工具。比如圣经里记载，在山顶传授摩西十诫的上帝，实际上就是旧帝国的成员，是被派来控制全人类思想的狱卒。他到底是谁？随着外星人说出的真相越来越刺耳，军方高层彻底失去了耐心，他们恼羞成怒，觉得外星人一直不交出科技机密，于是突然冲进房间，对着这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外星人使用了极其残酷的电击。与此同时，艾罗伊被几个军警死死按在椅子上，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却无能为力。被电击后，外星人再也没有了任何反应。几天后，军方认定外星人已经死亡。艾罗伊随后被注射了土针剂，接受了严格的审问，被强制退伍，
并勒令终身封口，否则就会面临叛国罪的极刑。故事讲到这里啊，好像是一个悲剧，但是最震撼的2个惊天反转才刚刚开始。第一个大反转，外星人真的死了吗？他们为什么当初不采用灵魂抽离的方法逃走，非要留下来和护士艾罗伊沟通？就在艾罗伊即将离开军营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大脑里突然再次接收到了外星人的信息。外星人告诉他，我安全得很，在电击发生前，我的灵魂其实就已经抽离了躯壳回去了。接着，外星人揭开了一个隐藏了8000多年的惊天秘密。他告诉艾罗伊，大约在8200年前，统领地在喜马拉雅山下建立了一个驻有3000名士兵的地下基地。结果由于地球磁场干扰，被旧帝国发现，这3000人全军覆没。更惨的是，这3000名统领地军人的灵魂不幸被旧帝国的捕灵网抓获，被迫留在了地球上，跟着人类一起经历了无数次的洗脑和轮回，变成了普通的地球人。而这支军队在古苏美尔神话中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代号——阿努纳奇，意思是降临者。外星人说，他这次故意坠毁并被军方捕获，留在基地里当俘虏，根本不是为了跟地球人建交，也不是为了什么科学考察，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唤醒这3000个迷失战友中的一员。没错，那个战友就是23岁的护士艾罗伊本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外星人通过心电感应一直与艾罗伊保持着联系，慢慢帮他恢复了8000多年来所有的记忆。外星人曾告诉他，地球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的天才成功突破了捕灵网，比如中国的老子，比如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他们通过某种方式恢复了记忆，成功越狱，完成了维度的升维，离开了地球。2007年，83岁的艾罗伊寄出了那份手稿后，在爱尔兰进行了安乐死。但大家仔细想一想，既然他已经在死前找回了自己作为统领地军官几千年的记忆，按外星人的说法，只要记忆恢复，灵魂的力量就会无比强大，地球的捕灵网就再也困不住他了。所以艾罗伊的死根本不是普通的结束生命，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越狱。他的安乐死是算好了时间的起飞，在生命体征停止的那一刻，他终于彻底摆脱了地球的束缚，灵魂突破了捕灵网，在外星战友的帮助下，重返了真正的家乡统领地。正如艾罗伊在绝密手稿的最后对那位作家写到的那样，也许在永恒的未来中，我会以另一个身体，或者是不需要身体的状态再次见到你。这份访谈录的内容无比庞大，不论这是科幻小说还是真实的临终泄密，它所展示出的宇宙观都让人拍案叫绝。你觉得地球真的是一座监狱吗？我们这辈子是不是都在服无期徒刑？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 Jenny， 我们下期见。